注意看，這個男人只是玩了一款養成遊戲，竟意外連接了另一個時空，成了古代落魄公主的專屬神明。而這一切都要從這位名叫顧昭昭的公主在寒冬中即將凍死說起。顧昭昭本是大梁國最尊貴的公主，卻因國師一句災星下凡的批語，被親生父親拋棄，送至宮外一座破舊的禪院自生自滅。母後去世後，她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連下人都敢隨意克扣她的赤川。此刻，在四面漏風的柴房裡，她又冷又餓，生命值已跌至10%，眼看就要熬不過這個冬天。絕望中，她拿出母後留下的唯一信物——一枚開過光的玉佩，向虛無縹緲的神明發出了最後的祈求。而另一邊，身處现代的世界頂級集團總裁傅南書，正一臉煩躁地應付着爺爺安排的相親。突然，他的手機自動下載了一款名為《寒酸公主嬌養計劃》的遊戲。當他點開遊戲，看到的正是奄奄一息的顧昭昭。出於一絲憐憫，傅南書選擇了投餵。下一秒，一碗熱氣騰騰的肉粥竟憑空出現在了顧昭昭面前。公主又驚又喜，以為神明顯靈，連忙跪拜感謝。傅南書被這遊戲的真實感和公主可憐的模樣逗樂了，他開始沉迷於這個雲養娃遊戲。不僅為他點上滿漢全席，還為他換上華麗的錦衣。兩人的世界就這樣通過一塊小小的屏幕連接了起來。顧昭昭每天都期盼着與神明對話，而傅南書也漸漸對這個單純善良的遊戲角色產生了別樣的情感。一次相親宴上，當顧昭昭在遊戲中呼喚他時，這位有嚴重潔癖、從不近女色的霸總，竟當着相親對象和爺爺的面，謊稱自己養的小貓餓了，然後匆匆離席，只為給他的小公主投餵食物。為了讓顧昭昭過得更好，他更是豪擲千萬，將他的破柴房升級成了金碧輝煌的宮殿，幸福度也隨之緩慢提升。然而，傅南書很快就發現了不對勁。顧昭昭為了報答他，親手畫了一幅畫送給他，沒想到這幅畫竟然憑空出現在了他的辦公桌上。畫上獨特的風格正是他苦尋不得的新中式珠寶設計師的風格，落款赫然寫着顧昭昭3個字。傅南書徹底震驚了，他意識到顧昭昭絕不是一串數據，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這遊戲竟是一個連接2個時空的蟲洞。更可怕的是，遊戲系統提示他將在當晚9點與顧昭昭見面。傅南書懷疑這是一個巨大的陰謀，立刻讓技術部卸載這個詭異的遊戲。可就在卸載程序啟動的瞬間，遊戲裡的顧昭昭突然遭到了惡毒長姐顧欣然的毒手，她被誣陷、毆打，並被關進了陰冷的大牢。傅南書通過遊戲的全息體驗模式，目睹了遍體鱗傷的顧昭昭，她的身體隨着遊戲的卸載進程而變得虛弱透明。他終於明白，卸載遊戲就是要殺了他。傅南書瘋了一樣衝進機房，阻止了技術人員，保住了顧昭昭的性命。為了救出大牢中的顧昭昭，傅南書不惜一切代價充值，獲得了穿越到他世界3分鐘的寶貴機會。他親手為他上藥，許諾一定會救他出去。但這短暫的溫存過後，是更深的絕望。惡毒長姐顧欣然變本加厲，竟以皇帝病重為由，要將顧昭昭當作祭品活活燒死。祭天大典上，熊熊烈火燃起，顧昭昭被綁在祭台上，他的生父那個昏庸的皇帝，為了所謂的國運，默許了這一切。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傅南書的遊戲系統終於恢復。他選擇了最高級別的營救方式，一輛跑車如鋼鐵猛獸般衝破時空壁壘，降臨在古代的祭台前。古人們何曾見過這等鐵皮飛馬，嚇得魂飛魄散。傅南書手持滅火器，瞬間噴出漫天冰雪，澆滅烈火，又用電擊棒制服了妖言惑眾的賈國師，讓他當眾吐露了自己與皇後私通，並誣陷顧昭昭的全部陰謀。真相大白，皇帝幡然醒悟，將皇後與賈國師賜死，把惡毒長姐貶為庶民。顧昭昭終於洗刷了災星的污名。然而，就在傅南書帶住他準備離開時，他因精神力耗盡而昏倒在現實世界。他那覬覦傅家少奶奶位置的所謂未婚妻孫明熙，趁機拿走了他的電腦。這個惡毒的女人打開了遊戲，當她看到貌美如花的顧昭昭時，嫉妒心瞬間爆發。她對住屏幕裡的顧昭昭瘋狂辱罵，聲稱自己才是傅南書的未婚妻，並殘忍地將遊戲設備砸毀。隨着一聲巨響，遊戲系統宣告角色顧昭昭已被抹殺。傅南書醒來後發現遊戲被毀，
顧昭昭消失，他瞬間崩潰。他從未如此失態，當場廢了孫家所有生意，讓這個惡毒的女人和她的家族一夜破產。可即便如此，也換不回他的昭昭。他心如死灰，一遍遍地呼喚住那個再也無法回應的名字。就在他萬念俱灰之時，奇蹟發生了，顧昭昭竟然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從遊戲世界墜落到了他的床上。跨越時空而來的顧昭昭對現代世界一無所知，醒來後更因誤會被送進醫院，還鬧上了新聞。傅南書看到新聞後火速趕到，恰巧撞見前來報復的孫明熙正要對顧昭昭下毒手。傅南書徹底爆發，當眾揭穿孫明熙的惡行，並護着他失而復得的寶貝回到了那個為他而建的真實存在的豪華莊園。為了讓顧昭昭融入現代生活，傅南書帶他參加公司的珠寶展，沒想到原定的古箏大師意外缺席，公司面臨開天窗的窘境。競爭對手林峰更是囂張挑釁，嘲笑顧昭昭只是個美麗的花瓶，並設下賭局，若顧昭昭表演失敗，傅南書就要讓出公司30%的股份。傅南書毫不猶豫地接下賭局，因為他堅信自己的昭昭。聚光燈下，顧昭昭一曲古箏技驚四座，琴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將在場所有人帶入了他的世界。他不僅贏得了滿堂喝彩，也為傅南書贏下了對手公司的全部股份。經歷了種種磨難，兩顆心早已緊緊相連。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傅南書拿出了鑽戒，向他的公主深情告白。他曾是拯救他於水火的神明，而從今往後，他只想成為他一生的守護。顧昭昭含淚點頭，他跨越了千年時空，終於找到了那個願意將他捧在手心的唯一。